实话实说，大部分人不是因为看不懂 K 线才亏钱，而是管不住手，守不住亏损，结果一次爆仓就把几个月甚至几年累积的资金全钱没了。尤其是我讲的很多短线战法，效果很好，但只要配合好整套交易纪律，才能做到持续稳定的获利。这是所有成功的人所必须具备的能力，不然就算赚再多，最好都得还回去。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3个我亲身验证过的交易纪律，说穿了就是防爆仓急救包。听懂记住，基本能保你活得比别人久。纪律1，在交易前想好每单的停损。理论就不说了，关键在于到底设定多少合适。以我的经验，这个不是定死的，而是根据交易频率、杠杆比率和交易品种来设定。举个例子，以股市为例，不管是美股、台股、港股，一般每天只要1到2次的复合体系短线机会。对本金来说，一天亏损最好不要超过 5%， 所以单笔停损就应设在 3% 左右。如果一天亏损到达 5% 就休息，一周亏损到底 10% 就停止交易，一个月亏损到达 20% 就停下来复盘自己的交易体系和买卖点问题，这样就可以控制亏损的幅度，既可以大胆的去尝试，也可以接受不会到底本金过快回撤，避免以后有好的机会也没本金参与了。比较难的是商品期货和加密货币，这2种都有杠杆，所以导致风险和收益同步增大。杠杆有一个致命的弱点，就是对买卖点要求极高，同时也必须控制好部位，可以说对整个交易纪律要求都更高。但停损的纪律还是一样，举个例子，假设10倍杠杆，同样一天的亏损不要超过 5%， 那么一次就是1/10的仓位，这样就可以控制亏损，避免出现部位太重，导致无法依照纪律止损的问题。很多新人都会犯这个错误，下单之前没有想好，最好亏损是受不了，又反复去做，这些都是导致亏损进一步增加的严重问题。还有一点就是本金亏损的越多，无形中增加了赚钱难度。举个例子，你账户有1万块钱，那一笔单子最多亏100，就算连层亏10次，你还剩9000多，完全有翻身机会。但是要是一次亏 50%， 你要翻本得赚 100% 才行，几乎不可能。记住这句话，赚不到算了，但绝对不能一次亏光。纪律2，给自己设熔断，这点很重要。虽然我们都是独自交易，但也会遇到突发状况，我自己是这样，一天连续亏损3次或亏损 7%， 关电脑、手机就直接退出交易软体，快速集中精神去做其他事情，运动、看书或喝茶，绝不碰交易。一周最多亏 12%， 直接休息到周五。一定不要去看行情，就算有再大机会也不去做，就是眼不看为净，直接休息。因为连续亏的时候，大脑会很冲动，想要报复市场，结果越亏越快。设熔断就是给自己一个刹车，不让情绪毁掉本金。还有一些人可能做不到，所以最好把资金锁死。例如，如果连续亏损之后，直接去买一个3天时间的锁仓产品，这样就可以避免后面又控制不住开始交易。纪律3，每次交易前问自己3个问题，这个我一直坚持，特别有用。我这笔单亏了能不能接受？我有没有设止损？我今天已经亏多少了？还能不能再做？如果3个问题有一个答不出来，这单不做。很多时候赚钱不是靠你多聪明，而是靠你少犯错。纪律4，避开极端行情和极端品种。有的时候市场会出现很多保证会暴跌的品种，完全是情绪炒作，尤其是一些小公司或新币，这些一定要避开。看起来似乎涨得很多很快，但其实这种都是纯粹的资金炒作，涨跌幅度很大，而且往往不是特别符合交易技术，完全受到炒作情绪影响，所以这种一定要避开，不要因为贪心参与这种行情。前面也讲过，真正适合的是流动性高、市值大、交易活跃、多空双方承载力强，符合市场热点的优质公司或主流指数产品，这种才是最适合的品种。
同时也是最符合交易技术的品种。不管短线长线，都尽可能的选择这种。纪律5：分散投资，始终把一部分获利留住。这点很重要，交易要心态好，要有安全感。什么是交易的安全感呢？就是始终有资金，有获利，做到这2点，就可以有交易的安全感。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始终把一部分利润留住，而且用利润继续赚，这样即使没有行情，也可以耐心等待。我自己的方法是把一部分获利资金拿出来做一些比较容易的品种，例如指数 ETF， 这样即占用了一部分资金，避免仓位过重，又有获利。像指数产品是比较好把握的，例如纳斯达克指数、标普500指数等，它们往往都是长牛行情，这样结合起来，长线短线都有，长线又始终有获利，交易心态自然就好了。心态好了，纪律才更容易做到位，这是很重要的一点。记住一句话，赚钱是锦上添花，不爆仓才是雪中送炭。这5个交易纪律说简单点，就是设好停损，耐心等待，只做合适的品种，控制仓位，分散投资，控制盈利。如果你现在还没有完整的交易体系，没关系，关注我就好。我会持续分享我自己的实战方法和亲自编写的交易指标。想要学习更多进阶内容，也欢迎加入会员，取得专属指标和更有系统的影片教学。